其实现在呢，并不是乌克兰它能够坚持多久，而是说西方现在想再耗俄罗斯多久的一个问题。大家好，我是曹宇东。在俄乌冲突已经延续了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陆战场上，除了这个核武器的这种战略威慑作用，还有坦克、装甲车的这种机动灵活的作战样式以外，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武器装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就是导弹，因为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俄罗斯方面使用了大量的地对地的导弹，比如说伊斯坎德尔这种导弹，精确地打击了乌克兰的很多重要的目标。那么反观就是乌克兰实际上也使用了一些地对地的导弹，那么虽然它的精度不高，但是也给俄罗斯的这些部队和它的这些军事行动造成了巨大的这种阻滞，或者是提供了就是对这个它后勤或者是一些指挥所的一些重要目标的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再看就是从西方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些装备上面来讲呢，因为这个美国呢最初是从标枪这种反坦克导弹和这种近程的武器装备来武装乌克兰军队的。那么后来呢，随着战事的发展，就把 M777 就是这种大口径的自行火炮提供给乌克兰。接着呢，就是把这个海马斯弹炮合一的这种既可以打导弹也可以打炮弹这种武器装备提供给了乌克兰。它一个呢从射程上，比如说几公里，现在达到了几十公里，因为火炮嘛可以达到几十公里，后面呢导弹就可以达到上百公里，所以射程上打击的距离上越来越远。还一个呢就是精度越来越高，因为从这个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呢，美国和西方一直把自己的 GPS 或者是星链还有其他的一些通讯设施都提供给乌克兰，因为不能使它变成一个聋子瞎子使它这个远距离的情况都看不到摸不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在这样一种就是情报信息支援的条件下，然后继续提供就是拳头打击的这种弹药和火炮。所以从陆战上呢，火炮和导弹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俄罗斯它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它有自己的通信设施，同时呢它也有自己的大口径的火炮，同时它也有相关的导弹。所以就在俄乌的冲突中，这个陆地的战场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平衡。那么在武器装备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或者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实际上它的陆战武器无论从信息化的程度还是数量上都远远是高于乌克兰的。本来呢是一个完全不平衡的这个战场的作战态势，但是由于北约的参与，也就是它的信息化的这些卫星还有侦察的飞机还有其他的情报手段的通信联系的都提供给了乌克兰，使乌克兰呢就能够在战场上和俄罗斯形成一个相对的平衡。那么再把自己的先进的大口径火炮就是包括海马斯这样的陆战武器，包括这个英国提供了挑战者2，德国提供了豹2这些重型的主战坦克。所以在这个陆地的装甲的这种博弈中或者是交火中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和俄罗斯的比如说这个老式的特70或者是特72这些坦克，包括新型的这个特90这样的坦克的这个持平。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在把俄罗斯的经济上捆绑起来，因为它要制裁俄罗斯西方那你的石油天然气不能够出口，那你的很多东西不能出口，那很多这个产品和物资又不能够进口，这就阻滞了就是俄罗斯它继续进一步快速的发展它的军力的这种能力，那就要依靠库存可是俄罗斯在实际的这个考量中，它必须考虑到在俄乌冲突结束以后，
它还要和北约继续的对抗。那既然如此，它就不能够把力量全部的使出来，它顶多使出来3分力或者是4分力，而一半的力量都不能使用出来，因为你后面还要面对北约会不会上场。北约将来是要在全面就是俄罗斯的周边来围堵俄罗斯的，那你还有大量的这种消耗。因为现在美国和北约都非常的清楚，就是俄乌的冲突，俄罗斯不可能在一枚核武器都不使用的情况下就是左手拿着核武器，右手就举着白旗到谈判桌上去签协议，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知道这场冲突或这场战争，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乌克兰的领土，通过乌克兰的官兵，而用北约提供的武器装备去消耗俄罗斯，最好是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同归于尽这是北约真正要看到的或者想达到的目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一定希望是把这个战火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就是双方要谈判的意愿。因为乌克兰在战争发生1个月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支撑的能力了，也就是武器装备上和经济上的这个来源上都可以说断档了。那么只有在欧盟的经济援助下，只有在北约的武器装备的延续下，它才能够继续的和俄罗斯抵抗。那么既然这场冲突已经延续了1年，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接近500亿的这些军事装备，而另外的其他一些北约国家也提供了500亿的军事上的装备，这1000亿的武器装备才达到了就是乌克兰现在能达到就是现在这么一个程度的状况。那么这个战火呢继续延续下去，那肯定双方都要消耗大量的这些资金，大量的武器装备。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和美国他是希望继续延续的，因为他看到俄罗斯同样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够在战场上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态势。而现在俄罗斯它的经济是被西方国家封锁和围困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俄罗斯到底还能够挺多久，也就是还能够和美国和西方博弈多久。其实现在呢并不是乌克兰它能够坚持多久，而是说西方现在想再耗俄罗斯多久的一个问题。所以从陆上的这些武器装备上看，双方的这些武器装备的性能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有一个就是消耗的问题和这个数量的问题它会在战场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